多金又貌美的豪门千金来我家招上门女婿，弟弟竟抢先我一步答应入赘豪门，却没想到千金竟有虐人癖好。弟弟刚刚入赘就遭受了百般的折磨，结果弟弟意外觉醒交换系统，还把我作为了他的绑定对象，将他在千金那受到的折磨全转嫁到我的身上，而他却在千金豪门内逍遥快活。我最终被折磨至失去了生命，没成想睁开眼我又重生回来，还回到了千金招婿这天。这一世我一定要好好的回报上一世弟弟对我的非人折磨。你们家谁叫沈毅啊？那个大小姐，这次入赘的人选是我大儿子沈凡。名单上不是沈毅吗？你们最好给个解释，怎么现在换成了沈凡？沈父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站出来无奈解释。柳小姐，我们沈家临时替换入赘人选，其实是为了你后半生的幸福着想。柳如烟听到林父的回答后，饶有兴趣开口：为我的幸福，你仔细说说。我爸入戏那么快吗？是这样的，大小姐，因为我小儿子平日里生活比较混乱，所以身体出了些毛病。为了不影响大小姐的幸福生活，所以……听着父亲的话，我还有些茫然，为什么重生回来，剧情的发展跟上一世不一样了？弟弟怎么不吵着要入赘千金豪门呢？沉吟了片刻，我当即明白，看来这个好弟弟也和我一样重生了。爸，这不对吧？我前2天还看见弟弟跟酒馆的女服务员打得火热，这样的理由要是传出去，沈家颜面无存，这足以看出来他们多爱这个真少爷。看来我这个假少爷随时可能被抛弃，那我也不管了，走着瞧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弟弟3好学生，他怎么会在外面鬼混？肯定是你看错了。枉我上辈子一直对你们感恩戴德，准备好好报答你们，现在居然装都不装了。你不是想要我那套鬼门13针吗？只要你答应入赘，我做主送给你。我没想到他为了沈毅这个纨绔，竟然将沈家祖传宝物鬼门13针都拿出来。我听爸妈的。你们想好没有？我耐心有限。柳如烟开口，语气冰冷。沈母十分害怕我后悔，开始撒泼打滚，叫沈父去拿宝物。随后沈父拿来宝物，悄悄递给我。沈凡，东西你都拿到手了，那你入赘林家的事情是不是也该定下了？爸妈，你们太客气了，弟弟不去，那就让我去吧。沈凡，你好样的，我们没白养你这么多年。你去了柳家，一定要好好伺候柳小姐，有时间多回家来看看。临走前，沈毅借新婚快乐的借口送给我一块玉佩，并嘱咐我要好好保护好。那就祝哥哥嫂子早结连理。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哥哥，不如我们交换一下玉佩，以示我们兄弟情谊。沈母摸了摸沈毅的头，对着我抛了个白眼。沈凡，你别不知足，这玉佩小易从小佩戴，不知有多少福德，真是便宜你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玉佩是我的催命符。上一世我曾幻想过，坐上婚车的人要是我该有多好。没想到我的呢喃被沈母听到，她狠狠教训一顿我。她说：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。”可我只是感叹一声，并没有破坏弟弟的好事。可没想到他们还要算计我，让我成为承受痛苦的替身傀儡。这一世换我入赘，荣华富贵我来了。嫁给我，你就那么开心？说不定是梦魇的开始。说说吧，有什么事情值得你那么开心？名牌学校毕业的高材生，看样子他早已把我调查了一个底朝天。但我重生的事没法说。突然想到了一个趣事，柳如烟似乎没有兴趣想知道，于是闭上了嘴。看来是时候给玉佩找个新宿主了。沈毅，你不是想要财富吗？那我就给你，花不完那种。3天后，柳家举办入赘仪式，沈毅一早就来了柳家。这3天，沈毅一直给我发信息确认玉佩的佩戴情况，甚至让我给他拍照打卡。柳如烟给的入赘费肯定不会少，到时候我直接启动交换系统。沈凡，你等着吧。柳家给的入赘费10亿，我靠，凭什么？死老太婆上辈子才给我1000万。虽然嘴上在抱怨，但听到数额巨大，沈毅还是忍不住欢呼。这是我的入赘费，你激动什么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们本来就是手足，用不着分那么清楚。他的计谋只差写在脸上了。我似有深意的朝他点点头。那我现在就把这些钱都给你好不好？哥哥你放心，这些钱我1分都不会要，爸爸妈妈也不会拿走。看到他信誓旦旦的表示，我开心至极，已经开始期待他看到婚前协议时的表情了。婚前协议1分钱不要，净身出户。看到沈毅惊叫的表情，我笑了。柳小姐娶我，我也得表明态度，我跟她结婚不是为了她的钱。你凭什么不要啊？那可是10亿啊！白纸黑字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沈毅根本没有办法挽回。沈凡，你真的1分钱彩礼都不要？沈父显然已经生气，将协议用力扔在桌上。你们林家欺人太甚，竟然1分钱彩礼都不出，这是招婿冲喜，不是免费入赘。你们不是要给10个亿的彩礼吗？现在1分钱都不出，算怎么回事？听到不要彩礼，沈父早已不再伪装，将礼仪抛在脑后，急不可耐想要问个清楚。
但他不知道柳如烟不是个善茬，他可惹不得。沈家主，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，因为他们都死了。柳管家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看来他已经彻底激怒了柳家。鼠目寸光的废物！我们柳小姐本准备投资你沈家，让你们渡过难关，可你们现在的样子像狗急了要咬人。看来我是时候开口解释了。爸妈，我本想事后再告诉你这好消息的，可是你们太着急了，没想到你们那么贪心，我也没办法了。报复他们真的太爽了。沈父沈母呆愣在原地，沈毅赶紧劝住他们。没事的，爸妈，以后柳如烟还会给他100亿、1000亿，时机成熟我再启动交换系统，到时候还不都是我们的？随即沈毅的手机弹出信息，他们不知道很快就笑不出来。沈毅看到信息提示后，用手指着我，像疯子般吼道：沈凡，你到底对玉佩做了什么？好弟弟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可是很听你的话，把玉佩随身携带的哦。沈毅开始沉默，将眼睛闭上。我知道他现在进入了系统空间，在和系统沟通。你到底靠不靠谱？为什么我没把钱交换过来，反而还在扣我的钱？你给我个解释！靠，居然不回答本少爷！算了，应该是刚启动还不稳定，出现 bug 了吧？沈毅沟通完后放开我，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手机也一直在响，但和他不同的是，我的是入账信息，信息一直不停，而且数字还在不断上涨。我还一直没有见过那么多钱呢，我要发达。数字停止后，余额来到了5000万元。你到底有没有用？就算是 bug， 也不应该一直扣我的钱啊！我要退货，这次我不交换了。交换一经启动，该不售后握清。我靠，怎么只剩7000了？沈毅要是知道，正是他的自作聪明，让他的好哥哥余额多了几个零，肯定会气疯。小英啊，你小心一点，心疼死妈了。此时沈父也收到了信息，他打开了手机，看到了沈毅消费5000万的信息，气得一把掐住了沈毅的脖子。你这个逆子，你买了什么？你一想花老子5000万？沈毅有苦难言，但是在这么多人面前，他还是尽量压低声音，对着沈父开始解释。爸，这只是暂时的，虽然现在沈凡交换走我的5000万，但是等他把柳小姐哄高兴了，柳小姐赏他几个小目标，到时候我再启动交换系统，最后不都回到我们手上了？沈父恍然大悟，突然看向沈毅，开始坏笑。沈母看着他们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俯身凑了过来。只见沈父的表情转换得更快，突然开始大笑。沈家主，柳家需要安静的环境，你们这样有损柳家颜面，请回吧。柳如烟坐在旁边，甚至没正眼看沈家一眼，足以看出他的态度。在入赘仪式才举行一半就被赶走，沈父虽然生气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等人都散去，柳如烟不知从哪里找来链子，对着我认真的说：沈凡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好不好呀？看样子柳小姐的特殊癖好老毛病又犯了，反正早晚都要被她收拾，还不如现在赶紧告诉她中毒的真相。柳小姐，你知道自己中毒了吧？我可以帮你解毒。柳如烟听到我的话后，虽然有一瞬间愣住了，但她没有过多的反应，只是将我手上的链子重新拿回，随即铐住我的手脚。你是第100个说可以给我解毒的人，知道前面99个去哪里了吗？我神色大变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不会都被抹脖子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被柳如烟派人送进闺房。几个小时后，柳如烟手里拿着很多道具回来，眼睛红得像要吃人一样。沈凡，说说吧，你还知道什么？你老实交代出来，我可以考虑一会儿对你下手轻点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是个医生，我只想救人。柳如烟拿着鞭子走了过来，她高高举起手，准备将手上的力气全部用出来。我只得绝望地闭上眼，可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到来。我缓缓睁开眼，只看见面前是柳如烟的脸。希望你说的是真的，不然我把你囚禁起来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我本以为今夜能平安度过，不曾想我低估了柳如烟的特殊癖好，她用尽力气折磨我。第二天我浑身酸痛。小姐要去购物，您速速起床吧。好，我应了一声，赶紧爬起床，生怕晚了一秒让柳如烟不满意。你这身上穿的衣服多少有些寒酸，别带你出去被人笑话说我柳家亏待你。这是我的副卡，你随便刷。我这里还有沈毅的5000万，保不准哪天他会收回去，还是先花他的钱吧。小姐，我这里还有点积蓄，卡您收着吧。在我疯狂购物准备结账的时候，没想到遇见了沈毅。看着我大包小包提着，沈毅气得开始跺脚。沈凡，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？沈毅肯定要在美女面前装逼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一下他。我运气好，有傻蛋往我银行卡转钱。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，沈毅开始死死盯着我。哥哥，要不把你卡里的钱交给我处理吧？万一是诈骗分子的钱怎么办？你花了可就成同谋了。我似有深意的点点头，陪他一起演戏。那下次吧，卡里的钱我都花完了。沈毅伸出手指着我，一脸不可置信，气得说话都开始结巴。
这不可能吧？哥哥，你平常都是1分钱掰成2半花的人，怎么可能一下子花完几千万？我指了指刘管家手里的大包小包购物袋，再指了指门口停着的豪车。弟弟，看到门口那辆劳斯莱斯了吗？哥刚花了900万拿下，是不是比你的法拉利好看？沈毅吐出一口鲜血，身旁的女人赶紧扶住他。小意义，我也想要幻影，奔驰我们退了好不好嘛？沈毅本来就在气头上，一把甩开女人的手。臭女人，给老子滚！沈毅已经气急败坏，一把推开女人，头也不回地跑出商场。女人也不打算去追沈毅，转头开始对我抛媚眼。帅哥，就你一个人逛街吗？你看我当你女朋友怎么样？我可是要什么有什么，36般技巧样样精通。他开始展示自己，我哪里见过这种画面，脸开始红起来。可就在此时，柳如烟走了过来，看起来满脸寒霜，下一秒就要杀人。你听我解释，我和他不熟。管家，给他把链子拴上。我没想到女人的几句话竟然让柳如烟那么生气。她把链子拴在我的手上，就这样在商场走着，引来周围许多人观看。看来您真的惹怒小姐了，下次还是小心点儿，不然她给您的惩罚会更狠。回到家，柳如烟并没有惩罚我，只是将我一人扔在客厅，不见了踪迹。柳如烟刚走，刘管家就急匆匆跑过，解开我手上的链子。外面有警察找您，您没犯什么事吧？管家，小姐那边您帮我应对，我去就回，请相信我。警察将我带进审讯室，但我早已做好了十足的应对。有人报警说你涉嫌诈骗，现在我们需要搞清楚你卡里千万资金的来源。没想到沈毅那么恶心，居然报警。我弟弟给的彩礼。警察很快查清楚了我账户资金的来源，合法合规。但沈毅接受不了这个结果，很快带着沈父沈母闹到了警察局。哥哥，你不要再狡辩了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彩礼？你说我要是给你3、5万就算了，这1000万可是我全部的积蓄，我除非是脑袋被撞了，可是完全不可能。你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偷我的钱？你可不要冤枉我，你手机里可是有转账记录，怎么不敢拿出来证明？转账都是系统的操作，他可不敢泄露系统的事情，于是转头转向沈父沈母，想让他们2人逼我屈服。沈凡，我们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劳心劳累，你要钱就给我们说，我们哪次没有给你？但你也不能偷啊！你老实跟你弟弟道歉，我们就原谅你这一次。沈毅站在一旁，稳操胜券的看着我，而我也不打算装了，拿出手机点开银行卡转账记录。如你们所见，他给我转了5000万，我就买了辆车，买了点珠宝。沈父和沈母对视一眼，沈母缓缓开口：“这劳斯莱斯你哪能开得来？正好我手下有一辆大众，皮实耐开，正好适合你开。”妈，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。刚刚我已经把那辆劳斯莱斯送给我老婆了，她送我不少东西，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，只有那辆车了。沈父怒气冲冲指着我，开始破口大骂：“沈凡，你赶紧去把那辆车要回来，那可是花沈毅的钱，你怎么不体谅一下你弟弟呢？”我体谅他。看他们咄咄逼人的样子，我掐灭了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情面。送出去的东西还好意思要回来，想要你们自己去要。回到家，我没有找到柳如烟，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，我赶紧跑去地下室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柳如烟躺在床上，身上被几条铁链绑住。这毒太阴狠了，发病时间越来越短，以前1年发一次，到半年前3个月发一次，再到现在的1个月。看着虚弱的柳如烟，我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终于我下定决心，如烟，你愿意相信我一次吗？闻言，病床上的柳如烟缓缓睁开眼，似乎在考虑中。经过我这几天的研究，我现在起码有5成把握，要是早来半年，我起码有8成把握。柳如烟伸手示意管家过去，凑在他耳边不知道在悄悄说什么。开始吧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。后面还有7个疗程的话，我死死咽了回去。我耗尽3天时间，使用鬼门13针针法，再把从沈毅那里坑来的千金藤一半入药灌入柳如烟体内，随即他吐出一口黑血，我便知道我自己成功了。刘管家，您照顾好小姐，我不行了。话刚刚说完，我就再也坚持不住倒下了。眼睛闭上之际，我看到了柳如烟的脸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柳如烟拿着刀抵在我的脖子上。你看到的东西最好忘记，不然小心你的2只眼睛不保。我指了指柳如烟，提醒她说道：“你说早了，你的毒还要减6次。”柳如烟将手里的刀丢掉，正好刘管家敲门进来，准备向他汇报。你说吧，沈凡不是外人。沈毅正在倒卖文物，发了一大笔横财。是我的成功告诉大家，选择代表努力。我出身沈家，就注定会飞黄腾达。他靠倒卖和直播带货，早已赚得盆满钵满。可为什么我的账户1分钱都没有收到？我的思考让我出了神，没有注意到刘管家对着柳如烟说了什么。柳如烟注意到了我在出神，开口说道：“他开的账户受益人是他爸妈。”这小子学聪明了呀，居然知道卡系统的 bug。没等我说话，刘管家率先开口：“沈凡，
沈毅现在靠着这笔钱，已经帮沈家渡过难关，沈家极有可能借此机会成为一流家族。还没等刘管家说完，手机上弹出一条信息：小姐，看来是二小姐出手了。2天后，沈毅打电话将我叫回了沈家。沈毅一见到我便恢复了往日的嚣张跋扈，将我拉到了我原来的房间。沈凡，你永远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。沈毅将赚来的钱全部换成了现金，堆在我房间，目的不言而喻，为的就是羞辱我。好，哥哥，你看到那么多钱不想要吗？作为弟弟，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，你可以去跟柳如烟要啊。他这个人虽然癖好特殊，但出手大方啊，随随便便就是一个小目标。我将地上的钱一脚踢开，轻笑一声。那你呢？卖的那些东西真的是祖传的吗？从新闻上看，怎么像是从死人墓里挖出来的啊？见我笑而不语，沈毅开始试探我。你知道又如何？你现在就是柳如烟的一条狗，只能无能狂叫。我装作不知道，继续配合他演戏。你怎么知道？难不成你跟踪我？果然一切都在我的算计之中。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你的就是我的。我愤怒的想给他一拳，却被保安拦住，接着被扔出沈家。沈毅用脚踩着我的手。现在这样才更像丧家之犬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我掏出手机打通了举报电话，将柳如烟帮我调查到的资料一同上交。3天之后，沈家举行庆功宴，柳如烟的妹妹柳如雪被作为特殊嘉宾受邀出席。我这辈子最自豪的就是生出沈毅这个儿子。即日起，我会将公司交给沈毅管理。柳如雪站在沈毅旁边，表情木讷，手里拿着合作协议。我丝毫不着急，坐等帮手到场。很快，柳如烟赶了过来，她一巴掌打在柳如雪脸上。柳如雪被打也没有反应，表情那么扭曲，难不成她已经被沈毅用系统交换了？只是还不等我多想，沈毅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提到了我的名字。沈凡，我的好哥哥，你在柳家这些天过得怎么样呀？听说柳大小姐有特殊癖好，你被囚禁在地下室呀？沈毅的话让周围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我们2个人身上，要是这次处理不好，肯定会让柳如烟跌落云端。我柳家的事，你还没有资格来操心。看到这一幕，沈毅又开始龇牙咧嘴。那你敢说你没有囚禁沈凡吗？柳如烟点开视频，上面是柳管家透露我们2个和睦相处的画面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此时我从柳如烟身后站了出来。有什么不可能？那你现在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故意造谣我们？是不是想扶持柳如雪接替如烟的位置？还有为什么柳如雪像一具傀儡？是不是你控制了她？他还有救吗？你胡说，我才没有控制他，是他自己喜欢我。柳如雪闻言将沈毅护在身后。沈毅说的对，我喜欢他，他救过我的命。我拿出鬼门13针，眼疾手快扎在柳如雪身上，很快一团黑烟冒出，柳如雪瞬间清醒。你竟然敢通过邪术控制我！此时警察也赶了过来，酒店已经被包围，并将沈毅控制了下来。弟弟，这场我为你准备的送行宴，你还喜欢吗？我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。你从我手里骗走千金藤，故意入赘。你早就知道我会交换你的财富，所以签下协议，1分钱都不要。我摸了摸沈毅，笑了笑。你说的很对，但没有奖励。沈毅差点被我气死，他想朝着沈父沈母大喊求助，可回头一看，2人也被控制。回到柳家后，柳如烟叫来医生为柳如雪调理身体，她的心智也逐渐恢复。姐姐，对不起，你的毒是我下的。你要谢人的话，就谢谢他，是他救了我，也救了你。姐夫，谢谢你。我怎么从他眼里看到了爱？柳如烟简单交代了几句之后，将我叫到了客厅。沈毅前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，尤其是气运，走路都能受伤。虽然你父母花大价钱雇人保护他，但是他身怀系统的事还是被神秘组织盯上了。今天他的系统已经被剥离出来，没想到是个残次品。我听着柳如烟的叙述，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。你这次功劳巨大，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？沈家虽然已经垮台，但是柳家也不是什么善茬。我们解除婚约，你放我离开柳家。闻言，柳如烟抬头死死盯着我，那种不怒自威的神态让我吓得冷汗直流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静止。是沈父沈母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。沈凡啊，我们养你这么大，从来没有求过你什么，这一次你一定要救你弟弟，不然他的后半辈子就毁了呀。沈凡，这是我们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答应，你就还是沈家人；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与你断绝关系。他们的话让我听笑啊！你们还有脸这么说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收养我就是为了作为和沈毅交换的傀儡。柳如烟突然站起来，拍了拍我。放心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柳如雪听到动静，从房间走了出来，站在一旁，手指着2人。姐，那就让沈家破产。沈父沈母被吓了一跳，连连道歉。可沈家伤害了柳如雪，柳家又岂会轻易放过？管家将人赶走之后，我悄悄在手机上订了机票。小雪，你先回房间休息。柳如雪走后，
柳如烟拿来链子，走到了我身边。你可是一点都不乖，不乖的孩子可是要被锁起来的。柳如烟命人将我抬回了卧室，随后她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过来，另一只手拿着链子。你好好组织语言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算了，给他坦白吧，反正也跑不掉了。柳如烟，我不喜欢你的那些特殊癖好，我也是人，我身上那些伤还有锁住我的链子。话还没说完，柳如烟便走过来牵住了我的手。小时候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将我锁在地下室，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导致我不相信任何人。但你救了我，对我好，我觉得我遇到了对的人。我害怕你被抢走，才想霸占你。原来柳如烟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沈凡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以后我会改，我给你足够的自由。说着，他将手里的文件递给我，竟然都是过户证明。沈凡，这就是我的心意。我有些震惊，没想到柳如烟这么舍得。你不用给我那么多东西，我答应不离开你。柳如烟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此时我也收到了警局的传唤，沈毅执意要见我。在见到沈毅时，他没有了曾经的嚣张跋扈，看到我，他突然笑了。沈凡，没想到你也重生了。梦里我做了个梦，梦到我获得荣华富贵，将痛苦交换给你。是系统告诉你的吧？沈毅似乎不打算隐瞒，开始向我述说。第一次我交换了柳如雪的心智，第二次我交换你的财富，第三次我本想交换那个人的身体，可惜被那个破系统耽误，就差那么几秒，我就可以摆脱坐牢的命运，换个身份逍遥自在。前2次我都知道，唯独第3次，他说的那个人是谁？算了，他的系统都被剥离了，他应该做不了妖了。你不可能成功的，就像上一世一样。我猜你上一世的下场也很惨吧？监狱里回荡着沈毅歇斯底里的叫喊声，可一切都是无用功。等我走后，没有注意到沈毅脸上那似有似无的幻想。7天后，我准备和柳如烟举办成婚仪式，没想到成婚当晚，他拿出一双手铐。重生者，你被逮捕了。如烟，别闹。柳如烟没有理我，一挥手，刘管家带着2名保镖还有医生进来。动手吧！医生从我身体里取出了一块玉佩。与此同时，监狱里的沈毅突然倒在地上，没了气息。此时我终于明白了，他说的第3次交换的那个人，竟然又是我。只是不知道玉佩是什么时候被放进我的体内。沈毅，你就逮着我一个人薅尸吧。